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的数据，现任总统普京以超过87%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实际已经赢得此次总统选举。北京时间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普京表示祝贺。这次俄罗斯大选，普京得票率创历史纪录，意味着什么？普京在最新讲话中再次谈到多个热点问题，其中明确提到，俄罗斯需要考虑与谁讨论乌克兰和平的可能性，这又释放何种信号？来看报道。1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普京，祝贺他当选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俄罗斯人民团结一心，克服挑战，在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你再次当选，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对你的支持。相信在你领导下，俄罗斯一定能够取得国家发展建设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愿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深入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当地时间18号凌晨，普京在莫斯科的竞选总部发表讲话，感谢所有选民的支持。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Мы все одна команда. Всех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которые пришли н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е участки и проголосовали. Источником власти в стране явля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 在此之前几分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数据表示，全俄投票率超过73%，为自1991年以来的第2历史高值。在已经统计完的85%选票中，现任总统普京以87.19%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创下俄联邦的一项历史纪录。按照俄罗斯选举法律，普京已经赢得本次大选。截止发稿时，俄方选举机构已经完成全部选票点算，普京得票率为87.28%。观察指出，普京的高得票率反映出他在处理国家事务、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得到了俄罗斯民众的肯定。这次俄罗斯大选共有4位候选人，除了普京之外的3人中，支持率最高的是俄联邦共产党的哈里托诺夫，得票率为4.24%。据悉，选举机构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确认正式结果，最迟不晚于3月28号公布。我们看到，因为有一个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战略任务吧，或者是现实条件摆在面前，所以从整个这个民族的情绪来讲，其实大家的意志还是比较集中的，就是也能看出来整体社会对这个普京的一种支持。尽管面临着很大的一种国际的压力，然后这个俄罗斯也遭受了各方面的制裁。但是整个俄政府对国内社会的这种管控还是非常强的，那也就意味着未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可能俄罗斯这方面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俄罗斯大选呈现出4个首次的特点。首先，这是该国2020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的首次总统大选；其次，这也是俄罗斯首次在特别军事行动状态下进行的选举，可以称作是战时选举。其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这4个新地区目前仍处于冲突一线的炮火中，但都参加了选举，而且当地的选民投票热情高涨，部分地区投票率甚至比俄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至25个百分点。而普京在这4个新地区的得票率也高于全俄平均水平，在顿涅茨克更获得了95.23%的选票。不过，乌克兰外交部此前曾表示，俄在以上4个地区的选举无效。第三，这是俄罗斯首次举行为期3天的总统大选投票，自15号持续到17号。相较于以往只进行1天的投票，有俄民众表示，时间延长给了他们更多机会投票。第四，这是首次采用现场投票和远程电子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普京本人就是通过远程电子投票的方式进行投票。但据俄罗斯网络安全部门的统计，该国选举机构的网络受到了10几万次的境外攻击，其中大量发起攻击的 IP 地址来自美国和英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对于动辄指控俄罗斯干涉他们国家大选的某些西方国家而言，现实的情况是对他们的讽刺。外界认为，在俄乌冲突及西方不断加码制裁持续的背景下，连任成功的普京仍面临着相当多的内外挑战，包括劳动力短缺、通货膨胀、卢布疲软，特别是面临
领北约进一步逼近施压及俄乌冲突久拖不决等问题。在胜选记者会上，普京回应了相关问题，其中最受俄媒关注的是内政，尤其是经济问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2月底普京发表的2024年国情咨文可被视为他的政纲。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将宏观目标定在了寻求成为世界前4大经济体上。18号，普京表示将竭尽所能实现国家主要任务和目标。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всех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за доверие, которое вы мне оказали, и сделаю все, что в моих силах,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решить те задач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поставлены перед страной, и достичь те цели, которые мы считаем абсолютно приоритетными. 这场记者会还谈及对华关系，普京表示，两国关系是在过去20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非常牢固且互补。未来几年，俄中关系将得到持续发展。俄中利益一致是世界舞台上的稳定因素。同时，普京也再次就台湾问题表态，强调那些在台湾周围进行挑衅，并采取种种措施迟滞中国大陆发展的企图，无疑会彻底失败。которые, безусловно, являю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普京的有关表态表示高度赞赏。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也是林健以外交部新任发言人身份主持的首场发布会。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我们深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将持续向前发展。在谈到延宕至第3个年头的俄乌冲突时，普京的新提议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他提出不排除因边境地区遭受袭击而被迫在乌克兰建立安全区的可能性。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这一区域必须大到足以阻止外国制造的武器进入俄罗斯领土。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再次提到了和平谈判的空间，但强调俄罗斯需要考虑与谁讨论乌克兰和平的可能性。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指，这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是普京的和谈人选。那么实际上真是要谈起来的话，可能并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问题，可能还要把实际上在提供各种各样的财政支持、武器支持这样美西方的国家，他们的一些负责人也得参与其中来。我觉得普京其实是有这方面的含义的。同时，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呼吁在巴黎奥运会期间俄乌停火，普京表示不了解相关言论，但会考虑任何提议，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从俄罗斯的利益出发。同时，在被问及马克龙近期有关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部队的言论时，普京警告，若北约和俄罗斯发生冲突，距离第3次世界大战只有一步之遥，但他认为没有人有兴趣引发这种局面。据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祝贺普京当选连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胜选演说，也大段谈及俄中关系。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我注意到呢，对这份贺电，外媒是相当关注的。今天英国路透社发自北京的电稿，还遵循着重大新闻滚动报道的这样一个惯例，以 update， 也就是实时更新的方式来补充发布今天新亮相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谈中俄关系的最新的表态。那么虽然无法确认这是不是俄罗斯元首收到的首份外国贺电，但是呢，这一定是俄方最看重的一份贺电。这也见证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它的高度、深度与影响力，也彰显这2位元首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与经略。那么贺电就强调，中方愿意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持续健康稳定的深入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普京总统在今天凌晨的胜选演说中也在强调，俄中关系牢固而且是互补的，这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两国国家利益一致，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有许多的共同点。那么普京就再次重申，毫无疑问，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要强调指出，进入到新时代以来，强有力的元首引领与顶层设计，这呢是中俄关系高位运行的最大的特色和亮点。习普会一直在持续高频上演，两位元首的友谊与默契也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深化。王毅此前在两会外交主题记者会上曾经特别指出，俄方今年担任金砖国家的轮值主席国，中方呢也将会在下半年接任上合组织的轮值主席国。那么这意味着中俄两位元首将会在今年延续习普会的
高频节奏。王毅强调，中俄双方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的新范式，它的基础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那么就中俄新时代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它的内涵诠释和外部启示，王毅呢也给出了4句话的精彩总结：霸权不得人心，分裂没有前途，大国不应对抗，冷战不能重来。对这次俄罗斯大选，您有哪些特别观察？那展望6年新任期，普京总统面临哪些重大挑战呢？对这次大选，外界此前呢普遍预判，普京连任不会有任何的悬念，仅有的一个悬念就在于他将会拿到多少选票，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民众的支持。那么刷新外界这个预期的是，这次大选呢创造了多项纪录。这次投票为期3天，这呢是空前的一个时长安排。那么登记选民可以说投票热情高涨，实际的投票率超过70%，而普京总统的得票率更是接近90%，比上届大选的胜选支持率呢又大涨10个百分点。当然了，外界尤其关注在4个所谓新地区，也就是去年并入到俄罗斯领土的原乌东4州举行的投票。那么这4个地区产生了500多万张选票，其中呢，普京在顿涅茨克地区几乎包揽了95%的选票，这是让美西方世界侧目的又一项记录。从3天的这个选举投票进程来看，虽然期间也发生了爆炸袭击、无人机攻击，可以说是时有耳闻。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上周6甚至在社交平台严厉发声，指责少数纵火或者是喷漆破坏投票站的人是所谓的叛国者，是在直接元首今天轰炸俄罗斯城市的那些人。但是呢，超长选举本身大致呢还是如期顺利进行的，内外部的选举干扰也是影响有限。尤其呢，4个新地区首次举行大选投票，这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这些地区可以说跨过了又一个治理新标杆。而克里米亚地区的公众呢，甚至已经是第2次参加俄罗斯的大选投票了。对普京总统的胜选演说，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也就是 RT 今天在报道的标题中总结为3大要点，也就是普京梦、俄罗斯统一以及与北约冲突的可能性。普京就声称自己的梦想是构建一个强大而且是主权独立的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所以俄罗斯人必须要团结应对。持续2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未来走向，无疑是外界关注的一个最大的焦点。普京今天就重申，莫斯科一直主张和平谈判，但是呢，前提是对手长期建立睦邻关系的意愿与态度是真诚的。但是呢，他也在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必须要完成。谈到俄乌冲突，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曾经特别告诫，任何冲突它的终点都是谈判桌，早一点谈起来，和平就会早一天到来。但是呢，普京的最新表态也在表明，俄罗斯愿意谈判，但是必须是在俄方认定，而且呢是俄方接受的条件下谈判。在被记者问及俄罗斯与北约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时，普京做出肯定回答。那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普京首次就此做出强硬的表态。上月底在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普京更是直白的警告，我们也坐拥能够打到他们国家的核武器，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一点吗？今天在回应北约议题时，普京就强硬表态，我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事实上呢，就在俄罗斯大选投票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本国电视1台与2台的联合访问时他再次坚称此前曾经震动西方世界的所谓出兵乌克兰说。当然了，马克龙也在找补说现在不是出兵的时候，但是呢，大前提的条件是绝不能让俄罗斯赢，绝不能让普京赢。所以呢，在我看来，普京的最新的强硬表态其实是对法国总统马克龙隔空喊话的延续，也是呢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美西方国家博弈的延续。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博弈也是俄乌谈判未来能否重启的一个关键。而在和谈议程上，乌克兰自身它的选择权无疑是相当有限的。
我注意到呢，对这次俄罗斯大选 ，CNN 电视台今天的分析长文用的这个标题可以说是耐人寻味的。普京在掌俄罗斯6年，让很多国家担忧，但是中国则不然。我个人认为这个标题是以偏概全，所谓许多国家的说法并不成立，更加准确的一个描述是所谓许多西方国家。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极限制裁，但是美西方不能代表整个世界，更多国家的选择是与俄罗斯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比如中国，比如印度。就这一次创纪录的俄罗斯的大选选举投票结果，美西方也在进行阵营式的站队，包括美国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英国外相卡梅伦、意大利外长塔吉尼、波兰外交部等等，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公开发声或者是声明表态，强调不认同俄罗斯大选的结果，指责俄罗斯的选举不公开、不公正。当然了，俄罗斯未来和美西方博弈的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是所谓的特朗普变数。一旦特朗普再次当选，鉴于他的过往和俄罗斯，尤其是普京总统本人的特殊关系，更加上特朗普早就已经公开放言，上任第一天就能结束战争，但是呢，美国不会再给乌克兰1分钱的援助。所以我认为，一旦出现特朗普当选这样的场景，那么俄罗斯与美西方的激烈博弈，它的结果将会完全不可预测。3月18号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介绍2024年1至2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我国生产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质量不断改善，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起步平稳。在发布会现场，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就就业问题提问。刘爱华介绍，1至2月份宏观组合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生产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质量不断改善，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起步平稳。其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比上年12月加快0.2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307亿元，同比增长5.5%。在谈到房地产市场时，刘爱华表示，从整体情况看，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转型中，下一步要落实好全国两会对房地产做出的明确部署，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和高质量发展。总的来看，1至2月份，随着各项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犹存，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值得注意的是，外贸实现良好开局。1至2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66138亿元，同比增长8.7%，其中出口37523亿元，增长10.3%，进口28615亿元，增长6.7%。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8909亿元。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0.0%，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5.7%，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7%，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4.6%，比上年同期提高4.2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1.8%，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9.1%。刘爱华介绍，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加快。1至2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比上年12月份加快1.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加快增长。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增长25.6%，充电桩增长41.8%，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增长89.8%，绿色低碳产品产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会上，深圳卫视记者围绕就业形势进行了提问。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那我的提问呢是关于就业方面的。那请问如何看待就业数据？因为今年城镇新增就业呢是要达到1200万人以上，那这一目标应该如何达成呢？谢谢。今年头2个月就业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从下阶段看哈，促进就业稳定的有利因素是在不断的累积的。一方面呢，就业容量持续拓展。另一方面，政策支持的力度也是在不断的加大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就业总量的压力和结构性的矛盾仍然是比较突出的。保持就业形势的稳定，仍然需要各方面持续发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相关措辞从左右调整为以上，显示了决心和信心。这一目标如何达成，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是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对深圳卫视表示，总体来看，就业形势稳定，利好因素正不断累积，就业容量持续拓展，政策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实际上，今年1、2月份国民经济稳中有升，为扩大就业提供了支撑。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3月17号半夜接台湾中华搜救协会通告，当日有2名金门人员出海海钓未归，福建多部门展开搜救。18号凌晨4点15分左右，福建海警在围头湾海域发现因失去动力求救的一艘无船名海钓船，并救起2人，均来自金门。海警立即对其开展医疗救助和人道关怀，为其提供热水、食物、棉服等，并派专人陪护。目前2人身体状况正常，并已打电话回家报平安。福建方面将尽快安排人船返回金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18号表示，大陆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向来高度重视维护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两岸本是一家人，海上突发险情时，双方互相救援、守望相助是理所应当，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更彰显了两岸同胞之间的血脉感情。再来看其他消息，在美方提出所谓的建议之后，紧抱美国大腿的民进党当局迅速落实，将岛内青年义务兵役时长大幅延长。目前，台湾地区1年制义务役已经实施3个月，首批600多名义务兵完成8周入伍训练，18号迎来期末考核。考核项目与往年相比有何不同？1年期兵役上路几个月来，岛内反对声浪不断，并已经开始讨论举行废止该政策的投票。这反映出什么问题？来看报道。在民进党当局的强推下，台湾地区自今年开始恢复1年制义务兵役，全年计划征集9000名义务兵，首批655人已在1月25号入伍。经过8周新兵训练后，从本月18号开始接受为期5天的期末检测考核。新训期末检测结果与义务兵的待遇息息相关。据台防部门早前介绍，若期末考核不合格，义务兵必须接受为期1周的留训，针对不合格项目实施辅训与补测。假如经补测后总评仍不合格，就不能收到约合人民币2500元的专业补贴。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的4个月制义务兵的期末检测相比，1年制义务兵的考核内容明显增多，既包括原有的体能战绩、步枪鉴定射击、综合战斗教练测验，还新增了战术行军、野外宿营、震撼教育、战伤救护等科目。台湾时事评论员李义修向深圳卫视表示，其中最为特别的科目就是所谓的震撼教育，这是1年制义务兵役实施后的一项新训练。通俗来说，就是战场感知。按照要求，岛内义务兵需要在营区训练场内陆续攀越土堤、门窗、家屋、外壕、屋顶型铁丝网及高半网等9处障碍物，机枪堡配置2挺机枪，不间断射出空包弹，并实施2次爆炸，通过模拟战场情况，以熟悉实战情形。整体我看它内容里面，它加了一些东西哦，主要是加什么是实战临场感，也就包括呢机枪用空包弹去这叫震撼教育，我们军中叫震撼教育哦，那个声音真是厉害，那个1-2公里远都听得到，是轰隆轰隆的。我那个时候去训练的时候，那个都废除了，好，因为据说会有新兵尿裤子，好，真的是吓到尿裤子会腿软。也就是说，这次非常重视实体战场感。那这个变化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因为现在美军实质上已经开始越来越强度的去介入了训练。岛内媒体指，这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修改义务兵役制后，要求义务兵成为合格具有战斗力的战斗兵，并能够参与年度汉光演习等联合作战演训。退伍后则结合后备教招，以充实台军的整体训练制度。可以看到，役男出拳打在教官手上，这是新增的近战格斗，而且还会结合刺枪术。以往特殊军种才有的东西，现在全都要。此外，岛内1年制义务兵16号还进行了快速反应鉴定射击训练。据岛内媒体形容，台陆军步兵206旅的义务兵需自行完成实弹装填后，依序使用卧姿、跪姿、立姿等射击姿势，快速朝目标区射击36发。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一针见血地指出，练习快反射击实际上就是让这些义务兵进入实战备战状态。
去年为强化所谓反斩首战力及防护关键基础设施，民进党当局就提出将负责台北卫戍的军警部队兵力规模由5600人大幅扩编至1.1万人，兵力来源就是1年义务役。义务役1年的啦，去那边才知道要接受某些训练嘛，比如说要到沙滩上打靶，那赖清德一开始跟他讲说啊，你们大概是防卫这个关键措施啦。不会叫你到前线啊，那你要守护中油、台积电，有必要在沙滩上学打靶吗？那显然就是你要当海岸守备旅嘛，越来越明显。对于民进党当局强行将义务役役期从4个月延长至1年，岛内怨声四起，抨击不断。不少分析人士指出，民进党得以连任，义务役服役时间恐会在1年基础上再次延长，2年役期也只是开始。在美方压力下，台湾青年恐朝着终身备战方向发展。如果你当1年，你愿意吗？不愿意，因为我是草莓族，我就觉得第一训练不出什么结果来，没有那个成效，所以我觉得浪费时间。当然会担心啊。岛内也在酝酿举行废止1年期兵役的投票。台选务机构上月28号发布公告称，将对新党舆情中心主任季杰提出的废止义务役1年役期投票提案进行听证。季杰认为，兵役延长是美国把台湾推向战争阴谋的第一步。这个其实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啦。讲的雄壮威武啊，实质上啊，这个软蛋又落伍啊，谁愿意把这些孩子送去当1年兵？我想真实的民意还是台湾还是不太愿意开启两岸战争啊。值得注意的是，岛内媒体去年曾密集释放消息，称美国印太司令部派出200位美军训练教官驻台协训，其中陆军人数占80%。2024年上路的1年制义务兵役就将采取美军实战化演练方式。观察指出，如今1年制义务兵的具体训练内容曝光，实战色彩浓厚，不排除已有美军教官正在训练营协训。美国军事新闻网站 SOFRAP 本月早些时候透露，素有绿色贝雷帽之称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教官及军事顾问已经开始在台军位于金门和澎湖的2栖指挥中心担任永久职位，主要任务就是与台军精锐部队一起定期训练和演习。此外，美陆军特种部队还负责协助训练台军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报道称，上述部署是根据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进行的，要求美国防长与台湾相关官员协商，为台军打造一个全面的培训和能力建设计划。基本就是军官还有包商，但是我认为目前就是名为包商，实为军官啊。这几年在美军加强对台湾，尤其对民进党政府的一些我讲直白就是控制跟渗透之后，他的做法就变得更强制，等于说美国现在急于让台湾速成有一支他认为可以在城镇战或者是在基本战争当中进行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有岛内媒体渲染称，去年以来，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已在桃园龙潭区的营区执行任务，协调暂时驻扎在台湾的所有美国特种作战活动，包括监督高价值设备和培训资源。近日曝光的一起美军在澎湖买春遭群殴的治安案件还显示，一些美军特种兵教官还进入离岛。种种迹象显示，美军人员在台湾所教授的科目内容与以往频繁但非永久的训练访问的做法大为不同。军事层级有分嘛，战略层级、战术层级、战斗层级，在下面是战绩。派几个绿扁帽部队来这边，这不过就是战绩层级，我们有什么好在那边嗨的？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对此深表担忧。他认为，美特种部队来台协训，不仅不会让台军能力有所提升，反而会让台湾更加陷于兵凶战危。美军里面裁军裁了24000个岗位，你说他还有什么能力来帮台湾？也不过就是派几个绿扁帽部队来这边摇旗呐喊。我讲一句话，你这种事情对我们台湾来讲，只有让我们台湾更加陷于兵凶战危。实际上，对于美军驻台协训的真实目的，民进党当局很清楚。台防部门负责人邱国正14号在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被问及，两岸若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协助台湾？只要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一定出兵。我没有这样讲过。我就问你，你有没有这样想？我也不这样想。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阮大为16号在台北出席座谈会时，就直截了当地表示，美国不会利用台湾问题引发战争来削弱中国大陆。阮大为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在美国务院工作了27年，201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很实质的问题是，拜登就不希望冲突升级嘛，主要还是符合美国政府的利益。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讲，深层来讲，美国政府是不可能放弃用台湾来操作两岸问题的。
当地时间3月18号，美国主导、韩国承办的所谓第3届民主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这一所谓峰会首次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举行，但国际舆论对此十分冷淡，报道很少，参与国家数量断崖式下跌。美方也仅派出国务卿布林肯出席，而且布林肯也不是专程赴会。外界认为他此后前往菲律宾才是这次亚洲行的重点。目的是继续搅局南海。美国民主峰会为何难以为继？为何韩国要做接盘侠？来看报道。美国主导、韩国承办的所谓第3届民主峰会18号在首尔举办，会期3天。据韩国媒体报道，首日为部长级会议，19号将进行由韩国国内和海外公民团体主导的主题讨论和研讨会等活动。20号傍晚将以视频形式举行首脑会议，预计美国总统拜登将出席。值得注意的是，与首届和第2届所谓民主峰会相比，本次峰会的与会国家数量断崖式下跌，仅约30国。美国总统拜登也没有赴韩国参会，而是派出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17号下午，布林肯乘专机抵达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据报道，他在飞往韩国的途中，还在中东国家短暂停留，讨论推动巴以暂时停火，但依旧没有任何成果。中东媒体在报道中指出，此前拜登宣称的斋月停火已经泡汤，显示美方斡旋再次失败。作为第3届所谓民主峰会的首场活动，当地时间18号，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在韩国首尔举行，主题为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及民主主义。韩联社报道称，布林肯将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之后还将举行专家圆桌会议。实际上，这场所谓峰会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很低，显示价值观外交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还证实前2次峰会的失败。观察指出，所谓民主峰会本身就不民主，其本质是按照美国标准给各国划线分类，反映的是美国一贯的双标和傲慢。美国企图利用民主峰会再做文章，挑动世界分裂对抗，这种行径有害且危险。例如，第1届峰会就沦为幻灯片大会，第2届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但没有拿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再次沦为空谈会。更被外界诟病的是，美国召集一众国家开会，但没有拿得出手的牛肉。第1届时，美方承诺提供约4亿美元资金，第2届承诺约7亿美元。但外界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这些资金是不受欢迎的。英国广播公司曾在报道中指出，美国通过给各国打分的方式来决定邀请名单，但执行过程却十分随意。例如，有8个得分特别低的国家受到了邀请，原因是邀请他们符合美国通盘考虑的政治需要。但泰国和越南就未被邀请，显示美方对东南亚国家的一贯忽视。此外，一些被美方邀请发言的人本身就是麻烦制造者，包括港独分子罗冠聪等。人民日报终生署名评论当时就揭露，美方动辄以香港民主的守护者自居，真实企图是以民主之名搞乱香港。今年的这个峰会呢，说是叫峰会，其实是一个部长级会议，也就是说各国来的。也就是那个外交部长或者是部长级的这些官员参加国减少，级别降低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打着民主的旗号搞的这个峰会啊，实际上越来越沦为呢一种政治工具、外交工具，这是一个为了外交、为了美国外交的峰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作为原则，中方一贯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将民主问题工具化、武器化，这种做法本身就与民主的精神相悖。林健指出，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以民主的名义来制造分裂，而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合作，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方愿同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民主等问题开展交流互鉴，共同为人类民主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世界各国也应共同为实现和睦相处、合作共赢做出积极努力，而不是破坏国际社会的团结。今年是所谓民主峰会首次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举行。美国国务院宣称，美方认为韩国主办这次峰会是积极的一步，非常自豪地将第3届峰会的领导权交给韩国。外界注意到，韩国总统尹锡悦多次宣称对价值观外交的追捧，实际上韩国是上一届所谓民主峰会的协办国家之一。
但韩国国内舆论对该国政府接盘这一峰会保持相对清醒与谨慎。多家韩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韩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是充当美国的马前卒。韩国金乡新闻17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带有阵营对抗逻辑的所谓民主峰会在全球范围内并无多少支持，韩国却带头宣扬美国新冷战价值观，如此做法是否有助于韩国国家利益，值得怀疑。韩国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李长熙认为，美国将所谓第3届民主峰会选择在韩国召开，表明美方意图在该地区建立新冷战体制，韩国应对此保持警惕。韩民族和平研究所所长郑旭时认为，所谓民主峰会在设立之初就被拜登政府深深打上将世界秩序一分为二、互为对立的烙印。韩国政府直接套用拜登政府对国际格局的看法，并没有考虑这会对国家利益产生何种影响。峰会开幕当天，多个韩国市民团体代表在首尔市中心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写有反对美国霸权、反对新冷战对抗政策等内容的标语表示抗议，并高喊民主峰会扩散虚假民主，谴责尹锡悦政府盲从以美国为中心的价值同盟等口号。法新社认为，韩国接盘美国的民主峰会是政治考量。韩国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之一，美国在韩国驻扎了大约27000名美国士兵。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所谓安全威胁，韩国保守派总统尹锡悦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惜背上耻辱外交的骂名，力主韩日和解。18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峰会间隙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时表示，近期美韩外长等高层互访交流频繁，充分展现出美韩同盟提升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之后的坚实性。尹锡悦还宣称，美韩同盟将在价值观同盟的信念下紧密合作。布林肯则表示，美韩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将在今年内积极推进去年尹锡悦总统访美和韩美日戴维营峰会所取得的成果。外界注意到，双方还谈到朝鲜半岛问题。布林肯宣称将不断加强对朝鲜的延伸威慑力。所谓延伸威慑，指的是韩国利用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来制衡朝鲜的武装能力。根据去年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会晤达成的戴维营精神，韩国邀请美国核潜艇进驻釜山港等军事基地。还有韩国媒体报道称，尹锡悦不断寻求美国核动力航母驻扎朝鲜半岛，并希望美国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在驻韩美军基地内。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新年献词中，尹锡悦透露将在今年上半年完成构建升级版的美韩延伸威慑，从源头上封锁朝鲜的核岛威胁。不少韩国学者都认为，这将进一步激化半岛局势。实际上，朝鲜方面一直以强硬对强硬来回击美韩延伸威慑。就在这次所谓民主峰会召开当天，朝鲜于7时44分许在平壤一带向韩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媒体报道称，这次发射距离朝鲜上月14号发射新型地对舰巡航导弹已经过去了33天，也是时隔64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朝鲜对这个事情一直是嗤之以鼻，而且呢，就是在峰会召开之际，那么连发3枚导弹，同时在这个此前呢也搞了这个军演。当然呢，这个三枚导弹呢，不仅仅是针对韩国的这个开会，更重要的是针对刚刚结束不久的美韩大规模的这种自由之盾的这个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以超强硬对强硬，双方都在以硬对硬的这种措施呢，使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陷入到了一个轮番升级的这个模式。更值得警惕的是，布林肯在结束韩国行程之后，将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外界认为，这才是布林肯这次亚洲行的重头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此行将重申美国对盟友菲律宾的坚定承诺。据悉，布林肯将与包括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内的非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对于这一行程安排，国际舆论颇为关注，认为布林肯此行亚洲虽未到中国，但处处都是中国，特别是近期南海局势升温，布林肯访菲明显是火上浇油，煽动撑腰意味极为强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抵达韩国，参加韩国主办的第3届民主峰会，这也是他此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吗？从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主办的民主峰会受关注的程度已经很低了。疫情已经过去，国际旅行呢也已经是非常方便了。但是作为峰会的重头戏，还是通过视频进行。上一次韩国总统尹锡悦是到了华盛顿参加峰会，这一次美国总统拜登并没有到首尔，而是派布林肯参加部长级会议。更有意思的是呢，布林肯随后将从首尔到菲律宾，
看起来连美国也没有把韩国主办的民主峰会当成非常重要的外交活动了，而韩国方面呢，也似乎是心灰意懒。韩国政府对峰会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甚至说是降温处理的态度，没有邀请民间组织代表与政府会面，甚至没有提供正式的场所。这与拜登刚上台的时候大张旗鼓地搞价值观外交，以民主峰会的名义进行阵营化的状况相比，已经是大不相同了。所谓的民主峰会，就是拜登总统的一项外交举措，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的乱局中，试图用峰会的方式重振所谓的民主话语。但是3年过去了，美国再次进入大选年，我们不禁会问一个问题：如果特朗普胜选，美国还会热衷于民主峰会吗？其实拜登本人对民主峰会的积极性也在下降，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以价值观划线并不符合时代潮流，而将价值观外交作为战略手段呢，更是不合时宜。在拜登召集民主峰会的时候，还没有俄乌冲突，也没有巴以冲突，拜登的价值观外交显然是刻舟求剑了。尹锡悦上台之后，偏离了韩国外交的轨道，跟随美国价值观外交，就像韩国学者所看到的，民主峰会无助于半岛和平，或者说价值观外交不能给韩国带来安全和利益。韩国与美国也在进行防务经费分担的谈判，也是在应对特朗普可能上台带来的冲击。无论是从东北亚还是全世界来看，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重构全球秩序的关键就在于构建均衡的地缘政治经济体系。因此，作为拜登外交手段的民主峰会越来越不受关注了，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呢。布林肯在访韩之后还将去菲律宾，在此之前会在巴林短暂逗留。那对于这一行程安排，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从布林肯的行程看不出是不是专门到韩国参加民主峰会，而反映了美国现在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以及拜登政府的外交战略。从整体来看，拜登的外交重心还是要向亚太转移，但是现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或者说欧洲、地中海、大西洋这一传统国际秩序的中心出现了紊乱，美国不得不将一定的资源和精力投射到这一地区。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是美国的欧洲盟国和中东盟国关注的焦点问题，而现在美国国内又处于大选季，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还是悬而未决。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呢还在继续，虽然拜登、布林肯等人呢也是多次介入，但是至今还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布林肯在巴林逗留期间呢，也是关注巴以冲突的问题。从欧洲和中东向亚太转移，是美国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当时呢，拜登是副总统。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印太战略，而且呢是不断的强化，在亚太地区搞了不少叠床架屋的小多边机制，比如说美日韩三国代为营会议，以及三国不断加强的军事合作。但是美日韩现在还不是三边安全的同盟，韩国和日本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是不一样的。朝鲜半岛的对抗在升级，美韩军事同盟呢，还是为了应对来自半岛的威胁。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菲律宾加强投入，而菲律宾似乎是承担了美国在亚太安全体系桥头堡的角色。美国和菲律宾拉入第三方加强合作，比如说日本和澳大利亚。放在亚太秩序的长时段来看呢，菲律宾的角色已经发生偏离，而菲律宾的激进的行为呢，也会给美国带来卷入的风险。